乌克兰的无人机又立功了，比尔姆炼油厂彻底停产，黑海塔曼港遭殃起火，乌拉尔地区最大的石油中转枢纽烧起冲天大火，莫斯科郊区一个叫克里姆林宫的景点也被烧了3000平方米。俄方说是技术故障，但停火刚结束，关键设施就扎堆起火，真的有这么巧的事吗？后方一直备战，可攻急了，又开始许愿了，1周之内3次喊话，要求乌克兰撤出顿巴斯。问题是，克宫哪来的底气，敢让乌克兰撤出顿巴斯？在停火到来之前，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打击就已经是系统性的了。光是4月份1个月，乌克兰无人机就对俄罗斯炼油厂、海上出口终端和石油管道基础设施发动了至少21次打击，其中俄罗斯第7大炼油厂比尔姆炼油厂更是被反复光顾。现在已经完全停止原油加工和燃料生产工作，主要的蒸馏装置要么停机，要么被关闭，单是维修就可能花费数周时间。这是春季以来俄罗斯第9家停摆的炼油厂。俄罗斯石油的日产量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起战前每天减少了100万桶左右。被打得这么惨，俄罗斯应该也憋着一股气，整个停火期间狂补弹药，等到停火一到期，俄军就坐不住了。30小时内向乌克兰砸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和导弹。乌克兰空军将这次攻击分为3个阶段。5月13日凌晨，138架无人机打头阵，上午8点到傍晚6点半又来753架，入夜之后变本加厉。在无人机之外，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还有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一股脑全上了。这是2022年以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空中打击，而且反复利用了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领空，使得乌克兰在防御时不得不监控更广泛的区域。但乌克兰的防空部队也不是吃素的，仅在白天的753架无人机中，乌克兰防空力量就摧毁或压制了710架，拦截率接近95%。到了夜间，面对联合打击，乌军防空系统再次发威。在乌克兰空军发布的实战视频里，机动火力小组用重机枪扫射来袭无人机，地对空导弹也发射拦截器，将那些空中目标一一击落。乌克兰的反击也很快，首当其冲的是黑海沿岸的塔曼港，位于克拉斯达诺尔皮江区沃尔纳村的塔曼石油天然气码头，它是俄罗斯在黑海沿岸最大的石油转运枢纽之一，专门负责原油、燃料油、柴油和液化气的转运，还直接向俄罗斯供应燃料。打击命中后，港口区域内的油库烧起来了，近100名紧急救援人员被派去灭火。而在距离乌克兰边境1675公里的地方，乌克兰无人机还命中了阿斯特拉罕天然气加工厂，这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加工设施之一。这个加工厂之前就被针对过，一度陷入停摆，现在再次燃起大火，后面估计也不好过了。这边挨着炸，莫斯科也不好过，一个叫克里姆林宫的景点烧起来了。停火到期后还没过多久，在莫斯科东部伊兹麦罗沃区，一处名为克里姆林宫的文化娱乐综合体突发大火，火势持续蔓延，面积竟然超过了3000平方米，部分建筑屋顶直接坍塌。俄方紧急出动了超过140名消防员和40台设备参与救援。至于起火原因，俄罗斯官方给出的初步说法是电路短路和电线故障。有消息透露说，火是从一个密室逃脱游戏的房间里烧起来的。且不说一个密室逃脱房间怎么就能烧出3000平方米的火场，关键是这个地点实在太微妙了。这个地方虽然只是一座仿照克宫风格修建的旅游景点，但它距离真正的克里姆林宫还不到9公里。而就在5月初，乌克兰无人机已经打到了距离克宫6公里的居民区，也就是说，乌克兰的打击半径已经实打实覆盖了莫斯科核心圈。而这座叫克里姆林宫的景点偏偏在这个时候烧起来，就算真的是电路故障，那这个地方的名字实在也太应景了吧。无独有偶，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旗下的努尔利诺线性生产调度站也发生了大规模火灾，浓密的黑烟柱冲天而起，据说在25公里开外的乌法市区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设施总储存容量高达50万立方米，场内分布着近30个大型油管，是乌拉尔地区最大的石油转运枢纽之一，连接着西伯利亚产油区和黑海出口港口谢罗西斯克、图阿普谢和塔曼。这么重要的地方发生这样的火灾，俄方也给出了原因：技术流程违规。火灾之前，当地并没有拉响空袭警报。此前，这个地区也从来没有遭遇过无人机的袭击，所以看起来火灾真的和乌克兰无关。不过，这个地方距离乌克兰边境差不多有1200公里，确实还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要打的话，应该也就是顺手的事儿。尤其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刚刚又经历了一波进化。最新的热成像视频显示，乌克兰一架 FP1 或 FP2 远程无人机在飞行途中遭遇一支俄罗斯机动火力小组。这些人开着皮卡，架着重机枪，正试图把无人机打下来。
放在以前，无人机要么选择硬冲，要么被扫成筛子，但这回不一样了。这架无人机竟然朝俄军发射了一轮火箭弹。无人机每侧机翼各挂一个4连装发射器，一次出动能打出8枚火箭弹。至于弹药类型，可能是苏 S5 或 S8 航空火箭弹。更关键的是，这是 FP 系列无人机首次被公开记录到使用自雷武器。如果大规模推广应用，那么俄罗斯本来就脆弱的防空网又要被按在地上摩擦了。不过俄罗斯现在不在意这个，他们的目光瞄准了顿巴斯。秋季之前能不能拿下这个地方呢？据《金融时报》爆料，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俄军最高指挥层已经成功给普京画了一张超级大饼。他们信誓旦旦地向普京承诺，俄军最晚在秋季之前就能完全占领整个顿巴斯。拿下顿巴斯之后，在未来的任何停火谈判中，克宫就能坐地起价，要求乌克兰做出更大的领土让步。有人劝普京在当前战线停下来算了，因为此前普京自己也就有这么停止的意思。但现在的普京态度很强硬，绝不妥协。他之所以这么硬气，是因为军方告诉他的全是好消息，什么乌克兰人正在挣扎，乌军前线正在崩溃，他们已经没兵了。一群将领围着老板报喜不报忧，而普京就这么相信了。更魔幻的是，普京的野心远远不止一个顿巴斯，他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要控制俄罗斯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所有乌克兰领土。一旦拿下顿巴斯，下一步就是提高停火的价码，要求乌克兰交出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全部控制权，甚至重新把基辅和敖德萨列入了目标清单。换句话说，在普京眼里，停火从来不会是终点，而是新一轮勒索的起点。然后在1周内，克宫把这套不讲道理的条件重复了整整3次。先是克宫助手乌沙科夫公开叫嚣，只要基辅不从顿巴斯撤军，和谈就没有任何意义，哪怕再来10轮、几十轮谈判，也只能原地打转。接着到5月11日，乌沙科夫又放话了，这一次他直接把撤军和停火谈判挂上了钩。再到5月13日，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正式拍板定调，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军停火，并从顿巴斯以及俄罗斯视为其领土的地区撤出。也就是说，除了顿巴斯，俄罗斯非法吞并的地区也被他们视为己有了。然而战场上的真实处境跟克宫的口头要价差了10万8千里。自2026年初以来，俄军在顿涅茨克日均推进速度只有 2.63 平方公里，这点面积放在没啃下来的地盘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反攻还逼得俄军左右为难，既要在反攻方向死守，又要继续在主攻方向推进，最后的结果是推也推不动，守也守不住。所以说什么拿下顿巴斯，也就是口嗨一下罢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能在秋季之前拿下顿巴斯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